公司有没有100%免税发给股东的利润？有这么一种分红方式，就是叫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从 CDA 这个账户叫股息分红账户这个账户里发出来的钱，给股东是100%免税的。那有人会问，什么情况下公司能够有这个 CDA 这个账户，这个有这个额度在里面。CDA 账户里面它有几种方式是可以 build up， 就是建立起来你这个 CDA 这个账户的额度。一种是你这个增值收入的50%，比如说你卖股票，你卖房子，你一个房子赚了100万，50万上税，50万免税，对吗？在公司名下，这50万你就走到了公司的 CDA 账户里去了。这50万你就可以免税的发给股东。OK。然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母公司从它的子公司的 CDA 账户里收到了分红，那么它就进入到母公司的 CDA 账户里。就比如说子公司有个 CDA 账户，明白？里面有50万发到母公司，那母公司这50万也还是保持这个 CDA 这个性质，那么这50万可以发给股东，免税的形式，免税100%免税。然后那至于怎么发，你要填一张表，你如果想要从 CDA 账户里发钱给那个股东，你要先填一张表，然后税局要批准这张表，批准了你就可以发了。这个过程现在有点长的，有的时候几个月，有的时候我最长的见过客户有8个月呢，才收到税局的批准。还有一种我说的第3种，就是股东去世，如果当时买了保险，他以公司是持保人啊，这个叫什么 death benefit， 这个保险的分红啊，还有死亡的叫什么 death benefit， 叫人寿保险金是吧？对，保险金也是进到公司的 CDA 账户里。现在有种普遍的情况，就是这个汽车是买在个人名下好，还是公司名下好呢？这个也是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也特意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讲一下啊。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车买在公司名下有什么好处？好，有什么区别哈？买在公司个人名下，买在公司名下呢，那好处是费用都由公司来出。我是这么认为。那你是这么理解？但是它有个坏处啊，当你这辆车不是100%用于公司业务的时候，比如说你平时也开着回家了，开着回家上班，办公室和家之间，他让我把这个油钱还分开吗？不光是油钱，所有的费用啊，你开着车去周末去买菜，去见朋友玩，你平时从家里到办公室之间的距离是 never be business 啊，你占，比如说你占50%，你个人这叫 personal use， 叫个人用途，你用了公司的车，你占了公司的便宜，那 CRA 不会让你占公司的便宜，那么你就要把你这个用车的这部分，你占的这个便宜数算到你个人收入上去，这个叫 shareholder benefit， 叫股东收益吧，股东收益啊。然后它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对啊，你会问我到底占了多少便宜啊？对啊。那政府有一个计算公式，它分成2部分，一种叫 standby charge， 一个部分，然后它这个 standby charge 的计算是跟你的原始的车价再乘以一个比例，没有折旧，还有个公式，没折旧，原始车价乘个比例乘个公式，还有一个叫 operating cost， 也就是你的油钱呐，那个维修啊，各种各样的，也是乘一个比例乘一个公式，然后加起来，大家能看出来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吗？是这个 standby charge 的计算，因为它可以算出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能有1万多，有的时候要看车的价。如果你是一辆豪车，10万块买的车，你60%用于个人使用，这部分 standby charge 很高，那很高。而且它最不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你的车每年都在贬值，你的车可能开了5年以后，这车只值3万块了，但是你的 standby charge 它永远是按你最初的买价来算，原价算。对，所以你是不是不划算啊？太不划算了哈。所以那买在个人名下。那个人名下那不好的地方是你个人得出各种费用。对，前面忘了说一点啊，这个 shareholder benefit 就是说车买在公司名下，但是你个人用了公司的车，然后你占那个便宜，这个 shareholder benefit 算出来还要交 GST 给政府。然后那车买在个人名下啊，你出各种费用，但是呢，如果你开着这个车去给公司办业务啊。也叫 business use， 就是说给公司用于公司的那个业务来使用。你可以公司
可以抵减这部分费用哦，所以也是按照那个 percentage，就是不管是个人名下，买在个人名下还是买在公司名下，你都要保持行车记录。因为它都是根据它最终的计算都是根据你的实际上公司用的公里数来的。就是那个 percentage， 所以这个万税之国，你说他就把这个抠的那么细。如果你的公司业务需要大量用车，真的几乎说能80%、90%的用一辆车，不是那么特别贵的车哈，我觉得买在公司名下可以啊。但如果说你并不是公司业务大量用车，你也没有生活中间没有别的车，那这个 CRA 一定是会夸死你，你没别的车，你肯定用了公司的车，对吗？好，那这种那个车也比较贵，这种情况我会放在个人名下。还有另外一个考量点就是说，那比如说你想一次性付一笔车钱买车，你不想 lease，你不想租，你想买，你这车10万块，你这10万块，你一下子想要拿10万付清，那你公司里有钱，你个人名下没有钱，那这种情况有可能你会选择用公司的名义买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公司的被动收入什么情况下可以视为主动收入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条件啊，是吗？很简单吗？就像我们是的，像我们说的被动收入、房产收入，对吧？房租收入，如果你这个公司雇有5个以上的雇员，5个以上的雇员，那么你这个被动收入就能被视为主动收入。OK。所以我们做客户里头碰到过一些情况，一个家族拥有好多个企业，知道吧？拥有好多个企业，他会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企业。拥有好多房产，他就是被动收入，但是呢，他操作起来，他会把一些别的主营公司的员工的工资挂靠到这个房产上。当然了，他得能够 defend 他自己被动公司是需要这5个员工的。对，那其实这个不难做到。你如果是一个 commercial building， 你请4个 full time 的清洁工都够了吧？对啊，用最低收入，对吗？对。然后管理一个 manager， 对，然后一个 bookkeeper，就做 accounting 的 bookkeeper， 他其实是很容易达到的。很容易达到。但是往往我发现过，我们其中是有转过来的2个大客户，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们这个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操作，损失很大很大。大家好，上一次因为我的嗓子到后面说不出话来了，所以有2个 topic 没有讲完，今天给大家补录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很关心的哈，我们经常说到的97万终身免税额，什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这个97万的免税额呢？然后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公司它是一个 CCPC， 然后它的在卖的时候90%按市值来计算的资产都是用于主动经营。第二个条件就是在过去卖之前的过去24个月，它的50%的那个市值资产都是用于主动经营。那有一种构架就是经常是那个股东个人拥有一个壳公司 HoldCo， 然后壳公司 HoldCo 拥有这个 OpCo 这个主营公司。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 HoldCo 和这个 OpCo 整体算出来满足前面2个条件，个人卖 HoldCo 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得到这个97万的增值免税额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只能是个人或者家族信托卖这个 OpCo 的股份才可以得到这个免税额。那刚刚这个构架里，如果是个人拥有 HoldCo 拥有 OpCo， 那如果是 HoldCo 去卖这个 OpCo， 那就不行，只能是个人去卖这个 HoldCo。我这边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A 和 B 他们拥有自己的壳公司 A-Co 和 B-Co， 然后呢，这个 A-Co A 在退休了，他按照协议，他得把他的那个股份卖给 B， 那如果这个 A 想得到这个97万的免税额，他是必须以个人的名义卖掉他的 A-Co， 然后从 B 那里他可以去 merge， 对吧？但是律师在起草协议的时候，把卖家写成了A-Co， 就是他的 HoldCo， 而不是写成他的个人。当时这个卖家 A 他没有注意到，等那个他们签完合同，然后要做年结的时候，会计注意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家 B 同意重新签署一份合同，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但是因为私人之间的关系 ，A 和 B 是反目成仇了 ，B 是怎么也不同意重新签一份合同，哪怕这个 A offer 他多10几万的价格，他也不同意，他就是为了惩罚这个 A， 所以最终这个 A 是失去了这个97万的增值免税，然后现在正在打官司，他在起诉这个律师。
然后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对于这个终身增值免税97万，有没有可能说，比如说你一个公司它的增值超过了97万，比如说它卖的时候它增值了500万，有没有可能这500万都拿到增值免税呢？有2种情况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去有操作空间的第一个就是说，你成立公司的时候是多个股东，比如说是夫妻双方都成为股东，还有你当时的成年的子女都是股东，那么你卖的时候每一个股东都可以享受这个97万的增值免税。第二种情况，有一些人成立公司的时候只有夫妻一方是股东，或者说他的子女没有成年，他没有把他们加成股东，或者说他那时候不想把他的子女加成股东，那你等到你想将来想把子女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你想把子女作为股东加进来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你要么你就得那个子女得按照公司的市值买入这个公司的股份，或者你得做一个real estate freeze，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然后那这种情况有一些人呢，他在当初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会选择一种构架，就是上面设一个家族信托，就是由这个家族信托来拥有这个 opco。家族信托的特点是它可以指定所有你想指定的人作为受益人，哪怕这个受益人目前还没有出生，比如说你孩子的孩子，还有你孩子的配偶，他们当时没有结婚，但是你在那个信托章程里面写上将来他配偶结婚以后的配偶，还有他将来生了孩子的孩子，他们都可以成为这个受益人。当你一个公司也许发展20年30年以后你再卖，那时候可能增值就是上千万呢，那这个时候每一个受益人都可以享受这个97万的免税额，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操作。